接下来我们特别来关心到的是中美之间在这个中东的霸权展开了新的一个战线。我们今天特别来关心的是，川普说要卖这个 F-35给沙国，但是呢，此刻五角大厦也特别叫他喊停哦。他说，中国你如果卖过去，中国可能就会偷了我们的技术。北京另外一方面则是同时扶植沙国跟伊朗在军事上面的发展，中美霸权在这个区域谁更胜一筹？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这是来自于最新消息，这是川普自己证实的，确实他现在有在考虑了全球最强的逆踪战机 F-35，他说他想要卖给沙烏地阿拉伯，而且川普还说了，他们想要买很多很多架。那么现在初估呢，美国可能出售给沙烏地阿拉伯 F-35达到48架，价值更是达到了数十亿美元。目前沙国本来就是美国最大的武器买家，如果现在大家做预估，沙国又能够拿下 F-35的话，恐怕改写整个中东在空战的一个情势。而目前 F-35其实只有在中东地区，美国只给了以色列而已哦。那五角大厦也做了一个示警，他们认为说沙国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蛮好的。如果说你的 F-35真的卖给他的话，中国就可能得到美军的核心技术，也就是他们的 F-35技术会不会被大陆给窃夺走呢？美国要紧张的事情还有中国大陆近期在中东地区的军武上面的渗透，包括了跟沙国建立了这个导弹生产线，并且大陆愿意转移更远程的这个导弹上面技术支持沙国，并且也提供沙国在雷射防空系统天盾的一个武器系统哦。CNN 做爆料，不只是在布局沙国，大陆更是秘密的按住伊朗来做全面它的飞弹的重建，并且提升它的技术。美国的议员这时候也突然间呛瞎，他说大陆共产党从欧洲他们势力不断扩展到中东地区，持续助长威权扩张到另外一个重要领域的国家了。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看到川普，他一方面想要拉拢沙国，透过 F-35卖给沙国来拉拢，并且一起联手牵制不管是伊朗或者是中国，但是又怕 F-35的技术被中国窃走。川普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大使怎么看？我看川普是没有办法卖的，因为这个最主要，我认为反对的原因是以色列，是犹太力量。因为这个其实沙特是你要买什么武器他都卖，他跟美国一向是有买武器，有那个天花板的透明天花板，就是不卖。当年我们这个沙特跟我们关系很好，跟我们断交，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大陆那时候说，我来提供你这个东风导弹系统，然后我把技术转移给你，因为为什么？因为沙特跟美国买，美国就不卖。美国对于沙特这个你这么有钱的国家他是不卖给你的。大家都知道那时候不卖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因为美国要让以色列周边所有国家没有攻击以色列的能力，那在军事上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是优于周边所有国家的。你不要说沙特拿不到，这个土耳其拿不到 F-35。土耳其还是北约国家，那土耳其拿不到，土耳其内部就有人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回教国家，所以美国的武器，第一个，你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话，你这个武器绝对不能把先进武器，或者我给你武器超越或等同于我给以色列的武器，这是一个禁忌，不会给你的。第二个，美国武装这些回教国家都有上限的。这个有他的考量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讲说，是因为中国大陆要拿到 F-35的核心技术才不卖，我认为是借口。而且呢，中国大陆歼35、歼20比你的性能还好，有什么好偷的？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好偷的。对你美国的空间站，他的人上去机件故障9个月以后才下来，对不对？少女变成这个少妇了，对不对？那中国大陆人家9天就解决了，对不对？天宫站它的那个这个火箭，对，那个他那个接收，因为他的那个座舱被这个太空的流星雨还是什么打坏了，有一点点瑕疵，花了9天就解决了。所以现在歼35、歼20都是中国芯。中国芯的意思就是说，它连发动机都自己做的。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也不觉得中国大陆有什么一定要你歼35，你的涂料了不起吗？那你为什么要 F-35？对，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卖给沙烏地阿拉伯最大理由还是以色列。好，所以以色列一直都是美国的软肋，这样看起来，这个美国的武器要出口到中东还是有它的上限。那大陆会不会趁这个时候趁虚而入，用更大胆的军武合作，像是跟沙国啊、跟伊朗合作，来稳下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干哥又怎么看？这个议题是假议题哈，也就是川普要卖48架 F-35给沙烏地阿拉伯，这完全是假议題。为什么？因为不会成功。再来，川普这一届做完了，还有没有下一届不知道。但是在这一届做完之前，沙烏地阿拉伯排队都排不到。也许他可以在台湾之前排队啊，等到 F-35最快的时间大约到2032年才拿得到。所以这是假议题，不要再纠结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看待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美国在这个刚刚大使讲的回教国家是拿不到的，对，你就是拿不到。为什么？第一个，美国对于回教国家的飞行员一点信心都没有。土耳其也是。沙烏地阿拉伯也是。任何回教国家，包括最会用武器的飞机飞得最好的叫埃及，埃及都拿不到。所以当然了，这里面回教世界最有钱的老大当然是沙烏地阿拉伯了。沙烏地阿拉伯我说过嘛，买了1000辆 M1 坦克啊，1000辆啊，吓死了。这就是说等于它是整个北约加起来的 M1，它都比人家多。但是回教士兵操作坦克跟飞机的结果都很让美国军事专家头痛，很不满意。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进步的思维跟文化去操作这些东西。再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以色列的反对。其实第一个扣关想要买 F-35的叫阿联酋这国家，也是有钱的要命。结果美国说一句什么，你知道吗？阿联酋啊，5年前要买 F-35，他说可以，我们可以考虑卖给你，不过我们要加装特别开关。后门。什么叫特别开关？特别开关就是说，万一你们跟以色列有冲突的时候，我就要把这个开关给关掉了。让你们的飞机不能起飞。我们听起来跟天方夜谭一样。但事实上，美国是有技术远端遥控的。那阿联酋就说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东西卖给我们了，就像美国卖那个 AIM-120啊，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说放在琉球不给我们啊，等到我们真的台湾有事才要交给我们，那像话吗？所以阿联酋就拒绝了，说你不卖就算了，不要用这种莫名其妙的借口。所以美国其实很防啊，很防的说这东西要是万一被中国给技术窃取的话，会怎么办？不过美国人的担心你们是对的，因为你们任何先进科技根本完全逃不过中国人的眼睛啊。当然这是一种学习，你要说模仿也可以，可是我跟你讲，只要沙烏地阿拉伯拿到或者阿联酋拿到的话，F-35的秘密会完全公诸于世啊，就是说中国它一定也会跟沙国分享。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老实讲一句，你要把 F-35卖给沙烏地阿拉伯是具有极大的风险的。那沙烏地阿拉伯恐怕它在这个态势感知能力的培训跟提升的话，美国还要派专人去教他。所以像日本没有这种问题，澳大利亚没有这种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它的军事资源跟建构就已经有那样的水准。不需要特别派教官去教。我卖给台湾，我们还是要去学。像沙烏地阿拉伯，他从头学起，这件事情根本不会成功的，所以不要太伤脑筋。对，或许这个沙国也料到美国根本就不可能会卖 F-35给他们，尤其是也有了这个刚刚干哥帮我们听到5年前阿联酋的一个先例哦，所以呢，沙国现在其实在外交上面透过一些比较灵活的方法也来做制衡。那沙国的灵活外交就是跟中国大陆的好友巴基斯坦在近期展开了一个密切合作，双方最新签下了这个共同防御条约，等于说有一方受到攻击，就等于攻击的2国，所以2个国家其实是共享军事情报，甚至是核能力上面的合作的。一边在中东，我们现在看到2个势力，一个有美国加上以色列，那另外一方面最新的这个中国加沙国加巴基斯坦的新三角，能不能在这边如何做一个竞争？那以色列的 F-35的
这个空中的优势还能够守住多久？像这个又怎么看？最近在中东的这个各方面战争或者是备战的情势呢，背后的武器供应来自美国跟中国这两大阵营越来越鲜明了。我们首先看美国跟以色列的部分，以色列最近才用30亿美金买到了25架 F-35啊，所以很便宜啊。但台湾好贵哦，但就怎么那么便宜？果然人家妈几还是不太一样啊。当然，其实因为主要在以色列称 F-35叫做全能者。认为它可以主导所有当中空中优势的战争。要知道，在加萨地区，现在以色列在轰炸加萨地区超过3600个目标点，打了飞弹已经超过6000多发哦，单是这个飞弹，所以这个武力当中要不断的扩充。要知道，其实在整个空军来讲，其实以色列长期都是 F161的风暴战机，是它到现在为止的主力，所以现在一直在继续扩充到 F-35，它希望还是要拿到更多的优势。而这其中很大的原因确实没有错，其实就是刚才讲，另外一边包括中国跟沙特跟巴基斯坦。我们知道巴基斯坦除了在印巴的这个战争当中打得非常厉害之外，其实大家都公认国际上就是前阵子巴基斯坦打阿富汗。非常非常厉害，而且这个里当中也包括陆军的部分的动员，体系化作战，可以说连夜之间的快速抵达，这整个战术基本上就是中国大陆可以说教他们的体系化作战的，包括地面的战术。所以陆海空除了海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在整个中东地区，巴基斯坦展现了中国背后的军力跟作战方式。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沙特这样，沙特长期以来其实买美军的武器为主，他们买最贵、最多、最新的 F-35，当然有的是钱，因为沙特的做法不是为了打战，是为了威吓，钱转成武器，最厉害的武器、最厉害的飞弹，而且可以买苏联的、买中国都可以买，他的土地上都有，他就是要做威吓。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美国对于 F-35当中控制，说法是怕它流到技术流到中国，当然中国需要吗？刚刚大使已经解释很清楚。可是我们必须要得说，这种作战的部分方式，我认为也确实吸引沙特。我觉得最近在包括珠海航空展2025年，包括长春的航空展当中，你看到的都是沙特都专程派团队去东看西看。当然，美国不太愿意，也不太可能会阻止他们买中国的部分的武器，但至少这个体系化作战或透过巴基斯坦，现在他们就是付钱给巴基斯坦，用中国的武器一起保护沙特的这个紧密的联盟，看起来是突破的方式。好，谢谢上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